来看一下今天的作业，这个已经感觉好了很多啊，这个还挺不错。胸肌这个体积感呢是出来了，但是要注意一下比例和型。这边的这个手臂画大了，肩从这里过来，手臂的宽度大概有这么多，然后胸大肌应该这里有一点，应该往这边走，就是这个地方。这边肩头的形状再概括一点，然后手臂的宽度也是稍微宽了一些，胸腔好了很多，但稍微宽了一点，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。如果胸腔太大的话，装不进这个人体中，这个外轮廓和胸腔里边的这个胸腔的结构，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要注意。然后这个肱骨下端的这个朝向不太准确，在这里应该看不太到现在，但是感觉啊，它这个角度应该是这样的，它这个里边的圆柱应该是这样的，然后耻骨鹰嘴和这个圆柱相互的咬合是这个样子的。来看这张，这样画的还很不错啊，这种结构啊、结构之间的关系啊都没什么太大问题，这画的还挺好的。这胸腔注意一下啊，第一个胸腔上面的这个圆面还是太大了，而且胸腔上端也太粗了，注意一下胸腔的形状。然后胸大肌不要画这么多，在这个位置，它是被肩三角肌遮盖住。第二个，它的颈部应该是能够看到一点横断面的。下面这个也是，注意一下胸腔的形状。看一下这张，这两侧的轮廓稍微宽了一点，这边该往里面收一些。在这个部分，胸腔和外轮廓不要离太远。看到照片上你画的这个就稍微离得远了一些，就感觉胸腔有点小，这点注意一下。然后第二个，颈部的横断面呢别斜着，就这样就可以。然后注意肩三角肌，它手臂是抬起来的，抬起来的手臂肩三角肌下面的这个轮廓就不要圆下来了，它是被拉扯起来的。肩三角肌和胸大肌之间的这个轮廓要抬起来。这块画的有点乱，这边肩三角肌的轮廓是这儿，然后它和胸大肌之间的分界在这儿，胸大肌是从这里过来的，然后这里是手臂，这里是后边的那个轮廓。这块结构呢也比较简单，这一块是会肱肌，从会肱肌下边的这个轮廓穿出来的这两条是大圆肌和背阔肌往后走，然后其他的结构呢在这个角度呢就看不到了。这个腋下大概是这样的结构，下面这个注意比例，这个颈部有点细了。这个也是轮廓，外轮廓和胸腔之间的关系，感觉有点不太贴，合这个造型。来看这个耳朵，这个耳朵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基本结构画的还不错，这个对它的认识还是比较充分的。然后注意一下这里，你这个线如果是这么样来的，那就这个耳垂是翻起来的，它的网格线才是这个方向的。看到照片，从这儿下来，再下来一条，这是贴合它角度的。然后下面这个也有相同的问题啊，这个都抬起来了，但实际上它这个造型呢是这样的，没有抬起来那么多。然后这边呢，耳廓上的网格线应该是这个方向的，因为它是一个偏前面的视角，这个圆柱应该是这个角度的，所以说它弧线应该是往后弧的。来看这个腿部，这个腿部画的非常不错，结构上呢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问题，这个画的还不错。然后这里注意一下，这个方向没有交代清楚，它这个腿膝盖后面的腘窝，感觉像是朝向这边的，然后这一坨应该更鼓一点，这里再往里凹一些，小腿肚子顶出来的地方在这儿，然后它的脚脖子应该更粗实一点，因为它比较胖。再来看这张，这张也挺好的，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。注意一下脚的形状，脚的形状大概是这样，脚趾画少了，脚趾的这形状不够。来看看这个，对结构的认识还是不错的。这个啊稍微有点僵，感觉动态不自然。产生动态之后呢，胸腔和骨盆之间的位置没有变化啊，它们相对位置没有变化。然后这个脖子的这个圆柱的朝向感觉很奇怪，它很别扭，要注意颈肌，就是颈部的基底，这个是固定的，不管怎么动，
比如说这个颈肌在这里，不管怎么动，它只是再往这边动，或者再往这边动，底下这个圆柱是不动的。你这个给人的感觉就是颈部本来是这样的，然后动起来之后呢，颈部变成了这样，就整个挪动了，底下没有固定。然后可以注意一下动态上带来的一些肌肉的形变。这个手臂如果往后撤的话，这个肱骨头应该往前顶，所以说在这个位置肩三角肌是顶起来的。然后屈臂的话，肱二头肌应该稍微的收缩一点。这个颈部好像离这个锁骨有点太远了，颈部底下应该从这里开始。注意一下这几个问题。来看一下这张，这个基本效果画的还是很不错的，这个很好。就头发这里面稍微有点乱，不够主观一点，去给它分出来它的顶面、前面和侧面，这样就可以啊。先去建立它大的体积关系，要不然的话这里就会显得稍微有些乱。来看看头骨，头骨呢需要注意的是鼻骨这里感觉有点长了，还有就是鼻骨应该再往里面收一些，嘴骨就是上颌骨这里有点太突出了。看一下照片啊，这个位置是它的肉啊，外轮廓人中，那么骨骼一定会在里边，它这个骨头一定不会在这里，所以说这一块应该再往回收，这里再往回收，要不整个下颌这里都长了。然后这个乳突这里有点大，这样的话这个头骨就会舒服一些。肌肉这边还好，主要是骨骼的造型。后来看一下这个眼睛，鼻根这里啊，两侧的这个线不要画太实，这都画太实了，尤其是这里。然后注意两个眉弓之间，两个眼窝之间，它有一个倒梯形朝下的斜面，然后接的是鼻根。这个眼睛的形还可以，可以把线的层次加多一点。上眼睑的厚度，和内眼角，然后下眼睑的厚度，注意用线的虚实。交代这个厚度呢，线条就不能都这么重，这个就是线条都有点重。虹膜、瞳孔，然后它这个眼窝这个区域呢比较小一些。看你这个画呢，你这个基本的造型能力还是有的，就是对于形更细微的变化把握的分析的不够，可以再多分析一下，就是把它再放大了去画，看到更多的细小的造型，就能够解决你这个问题。上面下来一条线，在这里进去，然后在眼皮里又抬起来，然后在下眼睑的厚度，这个坡度，像这些线条的这种起伏变化，它就有这个造型就有起伏了。这画的就是太简略了，放大了仔细去画，画出更多的细节，画出更多的结构，更多的面，更多的转折。